大家好啊，歡迎到我哋易經頻道嘅呢一集呢，都係同大家睇下天涯神貼啦。而呢一集嘅天涯神貼呢，就同財富有關喎。佢同你講解乜嘢叫財富嘅真相啊。咁我覺得幾得意，所以攞出嚟啦，同大家睇一睇。咁講到啊，話賺少錢係冇乜秘訣嘅，你打工就得啦。只要你係能夠吃苦，願意用條命去換，用時間去換，總係能夠賺到錢嘅。咁不過啦，佢呢度又提到啊，如果你要賺大錢嘅話，係絕對有秘訣嘅，而且最明顯嘅係普通人對呢樣嘢係唔知道嘅，因為有錢人嘅共識呢，就係要收埋啲秘密啦。而呢個天涯神貼就係講財富真相啦。咁佢提到啊，呢個世界其實唔需要咁多有錢人嘅。如果人人都有1000萬，咁邊個掃廁所、倒垃圾、種地、打螺絲、送外賣、跑的的啊？咁呢啲咁辛苦嘅嘢，點都要有人去做啦。所以有錢人呢，係想維持社會嘅基本運轉，就需要80%嘅人。呢80%嘅人係要終身貧困啊！咁呢班有錢人到底係用咗啲乜嘢手段去維持普通人嘅貧困呢？咁喺度啦，就想問大家個問題啊！你朝早喺被竇度捐出嚟去返工，唔通你係因為熱愛公司、熱愛老闆咩？一日唔見佢就瞓唔着覺啊！其實你咪為嗰少少嘅人工。咁人喺乜嘢時候係最努力㗎？就佢最窮嘅時候啊，佢會不遺餘力去工作啊！咁樣點樣先能夠令到稍為有啲錢嘅窮人重新陷入貧困啊？呢一個呢，就係班有錢佬面臨嘅最大問題啊！有錢人嘅財富係咩啊？佢話以前啊，佢會以為係靚車豪宅工廠，但係後來真正了解有錢人之後先明白啊，喺有錢人眼中呢啲都係死物嚟㗎，因為佢哋唔能夠為佢哋斟茶遞水、洗衫做飯，真正能夠令佢哋覺得舒適嘅就係嗰啲需要靠錢嚟生存嘅窮人啊！窮人先至係班有錢佬真正嘅財富啊！咁樣聽係咪好殘酷呢？其實你可以聽翻我哋上一條片嘅，上一條片就已經同你講到，窮人就係社會上邊嘅一個資源啦。咁首先呢，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概念啊！喺呢個世界上，就算窮人再多，但係總量都係有限嘅。就算係有錢佬之間咧，都會互相去爭搶呢啲窮人嘅。但係如果有人係脫貧，咁所有錢佬嘅總財富就要減少一個窮人啊！如果所有人都脫貧啦，咁有錢仲有啲乜嘢意義呢？仲有乜嘢人願意去侍候有錢人呢？所以點樣令到呢班窮人永世窮落去，就係呢班人嘅共同目標。喺清朝啊，一個部門係專門負責計算一個老百姓一年係需要幾多銀兩先能夠維持溫飽。計算出嚟之後，佢哋就會向戶部管錢嘅官員回報。如果佢哋計出一個老百姓一年係需要賺13兩先能夠維持一家人嘅生計，咁樣戶部就會採取各種手段，就令到大部分老百姓嘅收入最多只有13兩。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就會令到啲老百姓更加容易管理啊！後來社會發展啦，想通過呢啲手段去控制人口，其實唔太現實啦。而且確實有啲人係通過好勤力咁做嘢同搏命儲錢有嗰啲積蓄，甚至有部分人已經變到有錢啦、發達啦。但係大部分老百姓有啲錢之後就會開始懶，唔再努力工作。有錢佬啊點會同意啊？點樣令到先前有啲錢嘅窮人重新返貧，就係呢班人要諗嘅最大問題啊！佢係諗嚟諗去，終於發現啊，商品房係一個好嘅工具啊！佢嘅價格就正好係普通兩公婆30年嘅人工掏空家底去買，就啱啱好買到樓。然後佢哋可以同老百姓諗一個冇辦法拒絕嘅理由，譬如剛需、結婚、小朋友返學、學區房，佢哋係會通過行銷手段啊，將裝修好嘅現代公寓打造成為一種新穎嘅生活方式。然後有錢佬就係低價買樓，引導有啲錢嘅窮人跟風去買，然後抬高房價，再起樓，再做一啲創富嘅神話出嚟，令到有啲錢嘅窮人喺窮人嘅圈入邊自發宣傳，話我買樓、炒樓、
賺到錢啊，然後將同一個級別嘅窮人都圈晒入嚟，然後將啲樓炒到高位，令嗰啲冇錢嘅窮人只能夠眼白白睇住呢度所有嘅事情發生。咁呢個時候，銀行出現啦，就開始免費幫佢哋辦理貸款業務，就喺你個袋入邊掏空你幾十年嘅錢，咁你就可以得到一個高價值嘅樓啦。甚至玩到最後啊，為咗清空更多窮人嘅儲蓄，佢哋係會降低首期，甚至乎推出零首期有補貼俾你啊，等你免費入住啊。然後所有人差唔多就掏空家底上車買樓，然後有錢佬啊直接拋售房產，令到樓價大跌。而呢班窮人啊係冇辦法按照之前嘅價格轉手啊，而呢啲商品房就變成名副其實嘅剛需房，令到啲窮人嘅錢直接蒸發。你可能會好奇啊，有錢佬唔通就唔驚呢啲窮人唔還錢咩？答案啊就好簡單。佢根本就唔在乎，佢哋在乎嘅就係你班窮人同你班窮人嘅後代，你哋要世世代代都係窮。所以點解條街嗰度個個都教你點使錢，但冇人教你點賺錢？教你賺錢真正能夠教你賺錢嘅過程啊，其實你揾唔到噶，大部分都係割韭菜。起碼學校就唔會教你啦，學校教你即係教你點樣成為一粒螺絲，點樣成為一粒齒輪，成為一個好嘅人礦啊。而呢個天涯神貼就希望啦，尤其係年輕人啊，一定要明白呢個道理。逃離呢種控制，一定要學識獨立思考，唔好輕易俾人牽着鼻子走啊！唔好咁輕易去用你辛辛苦苦儲落嚟嘅資產啊！咁不過呢，我相信呢啲咁嘅影片通常流量都唔會好好啊，甚至乎會下流啊！因為呢類咁嘅神貼咧，我研究過啊，有部分其實佢好奇怪嘅，留言好多，然後個 like 嘅數量都多。但係咧，可能得個1、2千嘅 view 係唔成正比嘅，好奇怪。我講翻個貼文啦，咁我提到啊，佢話就算叫馬雲啊嚟過你而家嘅生活啊，佢照樣翻唔到身啊，因為而家對於普通人嘅剝削已經係去到令人發指嘅地步啊。佢話同你講嗰個刷新你三觀嘅事啦，佢話早排佢保養車翻嚟嘅時候，就揾咗架的士，係一架新能源車。個司機大概35歲左右啦。佢喺車度同個司機傾偈。佢話平時自己開車就唔係成日坐呢個網約車。佢一問先知啊，呢架車嘅租金啊，竟然高達每個月5000幾蚊啊！咁呢位仁兄就問個司機啦，問佢點解自己唔買架車啊？佢話你個租金都夠自己買一架咯。然後呢個司機同佢講話，私家車唔能夠辦理運營資質啊，萬一俾人拉到罰款就2000到2萬。後來就嚟到屋企嘅時候啊，個司機又同佢講，唔單止營運公司係咁啊，就連係網約平台都會剝削司機，同租車嘅概念差唔多噶。然後佢就望咗一眼車費啦，佢恍然大悟啊，佢話我自己俾嘅車費呢就53蚊。但係實際上，司機只係收到38蚊，就係咁樣嘅分成比例啊！你話一個中年人啊，想要生活過得好，有乜可能呢？然後佢就發現啊，呢個世界得2種人，一種呢就係待宰羔羊，好溫順，一擘大眼呢就諗住點樣食草，食咗半日都冇乜營養，而且啊仲要擠奶俾人飲，甚至割自己嘅肉俾人食。90%嘅人成世都係羊啊，剩低10% 嘅人就係有錢人啦。佢哋就好似狼咁啊，中意互相分享賺錢嘅方法，而且執行力強，心狠手辣，係會成群結隊一齊食肉啊！而佢哋食嘅肉營養價值好高，令到佢哋好有錢，所以一定就唔好令到自己變成羊啦。咁佢仲有講到啊，到底乜嘢係羊嘅工作呢？佢話送外賣啊，跑滴滴啊，做快遞、做服務員，呢啲工作係會令到你變成羊噶。個工作好容易揾，好容易上手，做好咗亦都可以食得飽，但係僅限於食飽啊，唔會令到你有任何多餘嘅存款去應對以外嘅事情啊。而變成狼嘅方法同套路，佢就話有好多。咁提到啊，人一世人啊，點都要試一次賺大錢嘅感覺啊。咁我亦都講個故事啦。佢話譬如啦，你係你哋條村最早知道喺河邊能夠執到黃金嘅人，而且你比所有人行動都快，係最早一批執金嘅人。
咁你一定係你條村最早發達嘅人啦。再譬如2000年左右啦，所有人都唔知道互聯網係啲乜嘢。馬雲就抄 eBay 做咗淘寶，百度就抄 Google， 馬化騰就抄 ICQ 做咗 QQ， 所以唔止呢班大佬會咁樣賺錢啊，普通人都係一樣咁嘅套路㗎咋。最早做淘寶電商、做微商、拼多多嘅人，喺短短1-2年內就實現財富自由啦。佢呢個係冇講錯㗎，以我所知的而且確係咁嘅。咁所以佢呢度提到啊，如果你想要賺大錢，就一定要利用信息差，要比別人更加早。咁呢度其實可以衍生落去講少少嘅。咁有一樣嘢呢，叫時光機理論啦。打個譬如啊，咁啊自己再自行領略啊。就係話到啦，譬如你有啲嘢喺美國出現咗先嘅，咁跟住就可能會去到日本，然後再去香港，最後先會去到大陸啊。咁如果你喺美國第一時間見到，跟住你就即時攞翻大陸嘅話，咁你可能咧能夠食到呢一個資訊差啦。咁再詳細少少嘅，你可以自己上網揾。咁但係按照呢一個方式呢，你成功嘅概率會比其他人大好多。嗱，但係唔一定會成功㗎吓，因為你可能太早搬翻嚟呢，個時機未到啊，你就係死嗰一紮。咁其實任何時候都有唔同嘅資訊差嘅機會嘅。咁不過你睇唔睇得明呢，就要睇你自己嘅做法啦。而普通人最大嘅弱勢就係對認知唔夠啊。就算有一樣嘢擺明係賺錢嘅，你意識唔到，或者你睇完之後覺得好簡單，就係咁樣咯。講完好簡單之後，你冇下一步嘅動作咯，你冇執行力咯，你唔想做咯，你覺得我都做得到，但係你永遠唔會動手。大部分人都係呢一種人嚟，而且我身邊亦都有呢一類人，永遠都話所有嘢好簡單，永遠都唔會見佢做得到。到人哋做得到出嚟之後呢，佢又會妒忌人。呢啲咁嘅朋友就請大家真係疏遠佢啦。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